母亲节当天，我亲手为自己喝了一碗堕胎药。产检一直正常的孩子变成了8个月的死胎，看着不能呼吸的小胎儿，孤儿丈夫痛不欲生，寡妇妈妈差点晕了下去。他们歇斯底里质问我：你怎么能这么狠心？他是你的孩子啊！我用全是鲜血的手给他们看了一段视频，几秒钟后他们都瞪着惶恐的大眼睛。死！脏东西，他必须死！生他出来就是灾难，他只能死！亲爱的朋友，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，偶然翻开一本旧书，指尖触到泛黄的纸页，突然就想起某个午后，阳光透过窗棂洒在书籍上，连灰尘都在光束里慢慢飘。那时的时光好像特别慢，慢到能把书中的每一句话都嚼出味道。欢迎来到时光书房，喜欢我的朋友欢迎点击订阅分享。那我们故事开始。趁着老公和我妈都不在家，我一口喝完一整碗堕胎药。不过片刻，肚子开始绞痛，鲜血染红了裤腿，我紧紧咬着牙齿，全身被汗水浸湿，用尽所有力气。不知道过去了多久，一个血淋淋的胎儿滑出大腿，我带着汗水瘫倒在一地血水里。买菜回来的我妈大惊失色，手里的排骨和牛肉掉到地上，差点摔了下去。孩子生出来了。我久久看着她，一句话说不出来。她立马打电话给丈夫：阿伟，王林生了，你快点回来啊！10分钟后，陈伟满脸喜色回来：真生了，我儿子真的生出来了。他蹲在孩子面前，试图抱起他，可是下一秒他直接倒在我妈脚底。孩子！我妈眼看他那个样子也蹲了下来。我看到他快速放大的瞳孔和张大的嘴巴，因为这个我生出来的孩子他已经死了，他在我肚子里面就死了。我妈和陈伟都跟我一样跌坐在血水里，他们把手伸到孩子的鼻子下面，试图感受他的呼吸。好半天之后，我妈才歇斯底里大喊：喂食膜呀！我只是出去几分钟买菜，你孩子就没了。好不容易怀到8个月，我好吃好喝的每天伺候着你，你怎么能给我们生出个死胎来？陈伟也是痛不欲生，我们结婚2年才有这个孩子。王林，你知道我多期待这个孩子出来吗？你喂食膜不保护好他，你到底喂食膜要让他离开我？他还不知道，不是我没有保护好他，是我自己亲手杀死了他，我自己打了120。我妈和陈伟一直抱着死去的胎儿大声哭泣，根本没有人多看我一眼。医生说我命真大，流这么多血居然还活了下来。他们刚给我缝好伤口，打上点滴，陈伟就拿着还有残渣的堕胎药一巴掌给我扇了上来。贱人，你喂食膜要杀死我儿子，告诉我喂食膜。看来他是知道了。我摸着火辣辣的脸颊，你自己心知肚明。他用力摇头，我知道什么？自从你怀孕后，我哪天不是把你当作上帝一样伺候？你明知道我从小就父亲去世，母亲改嫁，你明知道我是个孤儿，你明知道我是多么喜欢有个孩子，家里人丁兴旺，我就是不明白，你喂食膜要打掉我的孩子。他不明白，那我就让他明白。我用满是鲜血的手打开手机，给他播放了一个视频，他立马大惊失色，连连后退。我问他：这个孩子还要吗？你说还要吗？他用力摇头，面露惊恐：不能要，他该死，他真的该死。我妈也跟着后脚跑进了病房，她和陈伟一样痛哭流涕。林啊，妈都说了，孩子你只管生，将来全部交给妈来带，你喂食膜非要在8个月才堕胎啊？你知不知道你造了多大的孽？今天还是母亲节，你就给我送这么个礼物？我知道，我什么都知道，但是他就是不能生出来。隔壁宝妈的孩子刚出生半天，全家人都满脸笑容。孩子奶奶抱着孩子看我：不是吧？怀孕8个月了你堕胎啊？这简直就是杀生，你会下地狱的。
就是。孩子外婆也跟着数落我，现在的年轻人太离谱了，不想生你就不要怀啊，怀到8个月你再堕胎，伤自己身体又活活害了孩子一条性命，太不是人了。他们义愤填膺地指责我，我妈也几乎昏厥了过去。你们不知道啊，我家女婿还是弱精体质，多难得才怀上一个孩子，这孽障，他这时直接断了我女婿的后呀。陈伟扶着墙壁，别说了，妈你别说了。可他越是这么说，我妈越是生气，他气不过又重重一巴掌扇在我脸上。贱货啊贱货啊，早知道你是这么个东西，我当初也该像你这样直接弄死你的。你这辈子还赶过母亲节吗？你还有资格吗？隔壁2个大妈纷纷点头，就是这种蛇蝎心肠连自己孩子都不放过的女人还活着干什么？她就该跟孩子一起去死。我看着生气的2个阿姨，又把手机里面的视频给他们看了一眼。他们跟陈伟一样变了脸色，身体发抖，脏东西死得好，这死得好，他根本就不应该被怀上，他哪是孩子啊，明明就是催命鬼。我妈以为他听错了，你们放什么狗屁？那是我的孙子，是我女婿这辈子唯一可能有的孩子，你们为什么要让他去死？没有人告诉他。大妈们立马拉上了帘子，仿佛我们这边是什么避之唯恐不及的脏东西。我妈转头看我，手机里面有什么给我看看，我就不给他看，他不配看，他发了疯，他们都能看，我为什么不能看？无论他怎么说，我就是不给他看。越是这样，他越是好奇。他拉开隔壁的帘子，看向那2个大妈，你们告诉我，他手机里面是什么？大妈们一个比一个惶恐，指着我妈，滚开，你不要靠近我们，赶紧滚开。我妈不明所以，你们都有病吧？隔壁大妈立马叫来护士，我们要换床位，马上换。护士很抱歉，现在只有 VIP 病房，贵一些，换。大妈们异口同声。不到10分钟，隔壁一家人几口人全部搬去 VIP， 整个病房只剩下我和我妈。走之前他们还瞪了我妈好几眼，朝她吐口水，脏东西，脏东西。我妈气死了，差点跟他们打起来，你们放什么狗屁？你们到底说谁是脏东西？大妈们丢下那3个字跑得飞快。我妈气冲冲地盯着我，快点把东西给我看。马上。她越是激动，我越是不给她。她终于发了飙，一把扯掉我正在打的点滴，威胁我，你要是不告诉我为什么打掉孩子，我现在就弄死你。看着她那凶狠的模样，我平静地问她，你还是我妈吗？她眼神闪烁了一下，我不是你妈，谁是你妈？你爸爸那个死老头10几年前就死了，全是我一个人累死累活把你拉扯大。你结婚我给你20万现金，200万房产，你怀孕我每个月给你1万营养费，每天好吃好喝的伺候你，我到底哪点做的不好？你要这么来气死我？我轻轻扯了扯嘴角，妈，那是我的肚子，我的孩子，我不想要有问题吗？你为什么那么生气？我不该生气，你明知道阿伟有弱精症，你明知道他是个孤儿，这个孩子对他有多么重要，你比谁都清楚。他越说越气，越说越激动，最后又一巴掌给我扇了上来。巡房的医生正好看到他打这一巴掌，立刻呵斥他，病人这么虚弱，你这个当妈的不好好照顾他，怎么还能打人？我妈一把鼻涕一把泪，又把我控诉了一遍。医生眼神复杂地看着我，也是造孽啊，8个月的孩子生下来都可以独自存活了。我妈一直点头哭泣，手指不停抹泪。医生也同情地安慰她，没事的，阿姨，您女儿还年轻，再怀不是问题。我平静地说，我不会再怀了，即使怀，也不会是陈伟的孩子。你说什么？你还想给阿伟戴绿帽？王林，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不知廉耻的东西？
我妈气得又举起了巴掌，医生及时拦住了她，但是看我的眼神也不那么友善。我二话不说，又把手里的视频点给医生看。短短几十秒，他跟其他人一样立马变了态度。脏东西，该死，就该死，和刚刚大妈们一模一样的话。我妈更急了，到底是什么呀？王林，你快点告诉我手机里面到底有什么？你自己怀的孩子怎么会是脏东西？怎么会？没有人理他。医生又给我插上了针头，并且警告我妈，你要是再影响病人休息，我们可以报警的。我妈愤愤地看着我，贱货，你总要回家，老子在家等着你，你不给我说清楚，这件事情永远没完。2天后我出了院，这2天内，我妈和陈伟没有出现，全程是医生和护士照顾着我。回到家时跟我想的一样，家里只有我妈一个人，陈伟他不见了。我妈好像老了10几岁，她一直拿住电话反复地拨打陈伟的电话。您拨打的电话无法接通，请稍后再拨。无论他怎么打，电话里面总是传来这个机械的声音。他找不到陈伟了，看到我出现，他立马丢掉手机朝我扑了上来。贱货，你还是回来了，快点说，你到底给阿伟看了什么东西，他会突然离开？2天了，我到现在都找不到他，他到底去了哪里？我紧紧抓着他的手，他是成年人，他自己有腿，他去哪里我怎么知道？我妈眼睛都快要喷出火来了，他就是看了你手机里面的视频离开的。你告诉我到底给他看了什么？我就是不告诉他。他急疯了，抓起身边的东西朝我砸过来，看到什么就砸什么。我躲在门外，隔壁邻居婶婶听到动静立马来劝架。天了，你们俩母女这是干什么啊？琳琳马上都要生了，你这个当妈的怎么能这么打她？小心动了胎气啊！我妈双手插着腰喘粗气，她还生得出来吗？你看看她的肚子。邻居婶婶看了一眼我平坦的肚子，惊呼，这是8个月就生出来了吗？我摇头，没有，我自己打掉了。婶婶捂住嘴巴，天了，琳琳，你的孩子马上就足月了吧？你怎么不要？要是不想要，一开始就不要怀啊！你怀孕这段时间，你妈和陈伟对你无微不至的照顾，我们可是看在眼里的啊！你也太狠心了吧！我妈眼泪刷刷的掉，我们简直把她当作皇后一样照顾，恨不得一天24小时看着她。谁知道我不过就是出去买个菜的功夫，她就喝了一整碗堕胎药。她就是个魔鬼，是个杀人犯。婶婶看着我也是满脸害怕，真想不到你平时看着这么善良的一个姑娘，居然能这么残忍，太可怕了。她说我可怕。我又打开手机，婶婶，来给你看个东西。不出所料，她跟所有人一样，看到这个视频都恐惧的身体发抖。死得好，这个脏东西死得好。琳琳，你做得对，该死，真该死。她一边说一边回房开始收拾东西，然后给搬家公司打电话搬家。她老公莫名其妙，住得好好的，搬什么家？我又给她看了一眼视频，她收拾得比婶婶更快。1个小时后，搬家公司上来，又不到半个小时，隔壁空空如也，一个人影都没有了。我妈拉住要上电梯的婶婶，为什么搬走？他到底给你们看了什么？婶婶惊恐又嫌弃地拍开他的手，滚开，脏东西不要靠近我。我妈气疯了，你说谁是脏东西？你他妈到底说谁是脏东西？婶婶指着我们家，你们全家都是脏东西，全部都是。楼道里又只剩下我们2个人了。我妈喊也喊了，打也打了，她累了，瘫坐在地上祈求我，你告诉妈手机里面到底有什么？你到底给他们都看了什么？他们为什么都那么害怕？都说我们家有脏东西，
他一边说一边突然瞪大眼睛，难道这个孩子他不是人？他是……我觉得他真的要疯了。我也觉得是时候告诉他了。于是我打开手机，笑着看他。妈，你自己看吧。他慌忙把眼睛看向我的手机，可是好巧不巧，手机没电，死机了。他愤怒地瞪着我，你故意的，就是故意玩儿我。那孩子从怀上开始就全部正常，各种产检都做了，大排畸也做了，不可能有问题。王林，你到底在故弄玄虚什么？我拿着手机去充电，你别急，充好电我就告诉你。可是我的手机刚插上数据线，2天不见的陈伟回来了。我妈大喜过望，马上忘记了我去抓陈伟。阿伟，你这2天去哪里了？我到处找你都找不到，打你电话也没人接，你不知道我都担心死了。陈伟立马甩开他，不要碰我。我妈眼泪汪汪看着陈伟，阿伟，你怎么这么对我？我是你妈啊。陈伟没有多说，回房间开始收拾行李。我妈立马又跟了进去，你什么意思？收东西做什么？陈伟还是不说话，只是默默收拾。我妈急死了，她把陈伟收进箱子里的东西全部丢了出来。阿伟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你准备去哪里？你只有这个家，你能走哪里去？我也冷冷地说了一句，是啊。陈伟，你要走哪里去？他惊恐地看着我，说话结结巴巴，我搬出去住几天。我笑了，很好，但是你先签了这张离婚协议。陈伟，我们离婚吧。他犹豫了一下，点头，好，离婚后我会去外地，再也不会回来打扰你。话音刚落，我妈突然暴躁地扯着陈伟的衣袖，什么意思？你要去外地？阿伟，谁同意你去的？我不同意你走，你不能走。太好玩了。我看着我妈，妈，他是我老公，我们都同意离婚，你为什么不同意？我妈凶巴巴地瞪我一眼，我喜欢阿伟这个女婿不行啊，他懂事顾家又会挣钱，还会照顾我，比你这个白眼狼好的不知道多少。总之，阿伟你不能走，王林那个贱人走了你都不能走。太好笑了，我都懒得看他，只是直勾勾地看着陈伟。签字，现在立刻马上签。陈伟二话不说，看都没看离婚协议的条款就准备签字。笔落下那刻，我妈突然从他手里抽走那份协议，他认真的一条一条地看，然后他用力把协议甩在我脸上。王林，你太不要脸了，你要阿伟净身出户，你车子房子和钱什么都不给他，凭什么？你怎么能这么狠心？我告诉你，只要有我在的一天，我就不会让你欺负阿伟，真是我的好妈妈。可我今天就是要欺负他的好女婿。我手里10几份协议，妈，你撕了一张我再拿一张，你永远撕不完。而且陈伟和我离婚，他都没有反对，你那么大反应做什么？到底我是你女儿还是他是你儿子？他脸色红了一下，转瞬即逝，胡说八道什么？我就是见不得你欺负阿伟这个老实人，你别以为他没爹没妈是个孤儿你就可以随便欺负。我心底在默默流泪，我是有妈，可是那又如何？我还不如没爹没娘的陈伟过得好。我今天无论如何也要让陈伟签了这个字，我无论如何也要离这个婚。可是我妈却拦在我们中间，你要是非要和他离婚，我也不拦着你，但是房子车子和所有的钱你都要留给阿伟。你这个不要脸的贱东西，自己净身出户，给我滚出去。我冷冷看着他，妈，我净身出户了，你怎么办啊？我拿什么给你养老啊？你真的一点不担心我饿死你吗？他笑了，靠在陈伟身边，我跟着阿伟过，谁说我就非跟着你不可？他终于露出他的本来目的了。这么多年，
他就是想和陈伟一起过日子。可以，我成全他。我本来也没想真的养他，但是我的财产我不可能放弃一分。我坚持让陈伟净身出户。我妈开始威胁我，你要是非要一意孤行，那我就报警让你去坐牢。笑话，我有什么能让他报警的？可是他真的报了。远景同志听到我妈报警杀人来得很快。谁报的警？又是谁杀了人？死者在哪里？我妈拉着远景同志的衣袖，同志啊，就是这个杀千刀的女人，她杀死了我8个月大的孙子。你们快点把她抓进牢里去吧。8个月的婴儿。远景同志高度重视，严肃地盯着我，老实交代，你到底做了什么？我只是摸了摸我的小肚子，同志，流产好像不算杀人吧？流产，8个月是在肚子里。我点头，对，我只是流掉了一个本来就不该来的孩子而已。我有什么错？没有命案。远景同志都松了一口气，但是我妈却依然不服气。同志，8个月的胎儿也是一条生命啊，他没有权利自己处置，何况孩子是2个人的，我女婿都没有同意，他凭什么说不要就不要？远景同志又问我，孩子都8个月了，一切健康，为什么不要？我看了看正在充电的手机，我妈立马想起了什么，拔了数据线，把手机递给远景同志。同志，就是这个手机，他手机里面有魏石魔要打掉孩子的证据，你们打开看就知道了。远景同志把手机递给我，解锁。我是好公民，马上听话地放上指纹。荧幕亮起，我妈瞪大眼睛想要知道什么，可是我转身直接递给了远景同志。不过1分钟，2个远景同志脸上跟看过这个视频的人一样的恐惧，他们异口同声，这不是孩子，就是脏东西，该死，真该死。我妈疯了，她大喊着，什么呀？你们到底看到的是什么呀？魏石魔都要我大孙子去死，你们魏石魔非要好好的一个孩子去死，因为他就不该来，他本就该死。远景同志走后，陈伟飞快地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，甚至连行李都没有，要迅速离开。我妈拼尽全力把他堵在门背后，不准走。阿伟，你除了这里还能去哪里？你不要走，就算你们要离婚，该走的也是王林那个贱人。我说过这里永远是你的家，你永远不用看谁的脸色，不准走。他一边挽留陈伟，一边进卧室把我的衣服全部从衣柜里面丢了出来。滚，贱人！这个家里你才是多余的，你才该滚。原来你有孩子我还舍不得你，现在呢？孩子没了你还有什么用？不如去死！他把我所有的衣服都丢到门外，然后指着大门，滚！听到没有？永远不准再回来！你这个毒心肠的东西！我没有你这样的女儿，我为石魔要滚。他好像忘记了，这房子是我的。我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，妈，这房子房产证上是我的名字，你真的忘了？他眼睛一横，是你的名字又如何？我是你妈，阿伟你是你老公，我们住有什么问题？既然你不想给阿伟生孩子，那留着你还有什么用？马上给我滚！我终于忍不住了，她还是我妈吗？我一个烟灰缸砸在她的脚底下，我真是奇怪了。我是你女儿，就算我打掉了肚子里的孩子，那也只是你的外孙。你为什么那么激动？为了一个没出生的孩子，连自己的亲女儿都不要了。刘秀华，你好好告诉我，我到底是不是你女儿？她一个巴掌给我扇来，正因为你是我女儿，我才要好好管教你。既然你自己不想在家里好好当人，那就滚出去当狗。我摸着火辣辣的脸颊，这已经是他几天内打我的第3个巴掌了。想到这里，我反手就给他挨了一个巴掌回去。实在不解气，我又继续扇了2个。老东西，你女儿还在坐月子啊？
你就这么迫不及待的要欺负他。他没有想到我居然会还手，捂着被打肿的脸大声喊：我是你妈，我是你妈，你还敢对你妈动手？阿伟帮我打他，你马上帮我打回来。陈伟站得远远一动不动。我妈气死了，我真是白疼你了，白疼你了。难道你真的是有了老婆忘了我？我拍了拍手继续说，你不是想知道我视频里面有什么吗？来，睁大眼睛好好看清楚，我马上就告诉你。听到视频，他眼睛亮了，立马把脑袋凑了过来。眼看我马上就要打开手机，陈伟却突然按住我的手，不要给他看，我求你给我留点面子，不要让他看到这些。太好笑了，为什么呢？你在怕什么？我妈也疑惑了，是啊，阿伟你在怕什么？有什么是我不能看的？他们还在拉扯，门口突然进来一个50岁左右的女人，她看到陈伟立马抱着她痛哭，儿子，我的儿子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陈伟四肢僵硬，被女人抱住，我妈脸色瞬间变黑，她用力拉开抱着陈伟的那个女人，你他妈是谁呀？阿伟他妈早10几年前就跑了，他明明就是个孤儿。女人一巴掌甩在我妈脸上，贱人，当年要不是你不要脸爬上了我老公的床，我怎么会和他吵架伤心离开？只是我没想到，这么多年后你居然不要脸的让阿伟娶了你的女儿，你到底安的什么心？说啊，你到底安的什么龌龊心思？我妈气疯了，你才有病吧？我和阿伟他爸本来就是青梅竹马，要不是你从中横插一脚，我们当年早就结婚了。后来他还是后悔娶了你，非要回来求我，这怪得了我？你自己后来受不了，跑了丢下阿伟一个人。我看他可怜，费尽心思把他养大，让他娶我女儿当我的家人。我有什么不对？你说，我有什么不对？他理直气壮的样子真是让我倒胃口啊！明明是他破坏了人家的家庭，明明是他第三者插足，在他眼里好像他一点错没有一样，他还受了天大的委屈一样。陈伟妈妈二话不说拉着他就走，跟妈走。这个女人是我们家的仇人，要不是她不要脸插足，我们现在还是幸福的一家3口。陈伟刚抬脚准备走人，我妈就疯了一样抱着他，不准走，你永远不准走。我说过的，无论这辈子还是下辈子，我永远都不会放开你。他抱着陈伟开始说胡话。国庆，我是最爱你的人，我一直都是最爱你的人，你为什么要离开我？陈国庆，陈伟的亲生父亲。陈伟用力要甩开他，可是怎么甩都甩不开。他大声喊，放开我，你这个老太婆，快点放开我。他越喊，我妈抱得越紧，我不放。当年我就是和你赌气放开了你的手，你马上就娶了那个贱婊子，我后悔了10几年。国庆，你不知道，我无时无刻都想要弄死你那个贱人老婆，只有弄死她，我才能重新回到你身边。陈伟他妈吓得连连后退，疯子，你真他妈是个疯子！当年你就每天到我家里来闹，动不动就穿着性感内衣自己爬到我家床上，幸好我跑得快，我要是再晚一点，真的会被你这个贱人弄死。他心有余悸，而我妈依然紧紧抱着陈伟，甚至要吻上他的脸。陈伟用力推开他，看清楚，我是陈伟，我是陈国庆的儿子，我不是陈国庆。我妈很清醒，我当然知道你是国庆的儿子，不然你我一点关系没有。我为什么非要好心给钱把你养大？因为你和国庆长得一模一样啊，因为你就是当年的他啊。当年我年轻气盛，当年我弄丢了我最爱的人，但是现在不会了。阿伟，你就是国庆，你就是他，所以我不会让你走的，我不会放走他第2次。陈伟大喊，你疯了，真他妈疯了，我是你女儿的老公，
是你亲自把她嫁给我的。对啊，我不把她嫁给你，你怎么会一直留在我家里？阿伟，你不知道，和你在一个屋檐下，我真的好幸福啊！我好像又回到了和国庆谈恋爱的时候，那是我这辈子最开心的时候。所以即使那个贱人要和你离婚，也只能让他净身出户。我永远不会让你离开我。我答应过你爸爸要好好照顾，就一定好好照顾你。他是真疯了，我也是真明白了。魏石魔一直以来，我妈对陈伟好的犹如亲生儿子。我有的东西他有，我没有的他还有。明明他们什么关系都没有，明明他就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外人。甚至到了谈恋爱的年龄，我妈拆散我一次又一次的恋爱，赶走我一个又一个追求者。最后她告诉我，阿伟那么好，你为什么还要去外面找那些不知根不知底的？嫁给阿伟，从此我们一家三口和和美美不好吗？她日复一日地给我洗脑，不断给我说陈伟的好，但是我依然不同意。我对陈伟没有丝毫男女之情，我一直把他当做一个普通认识的熟人。可是在我20岁生日那天，我和陈伟都喝多了酒，一觉醒来，我和他躺在了一起，身下还有刺目的红色。我妈推开门看我们躺在一起，大惊失色。她让陈伟必须娶我，我没了办法，万念俱灰之下，也就直接嫁给了陈伟。婚后2年多，虽然我心有不甘，虽然我并不爱陈伟，但是他对我的照顾却从不缺席。我一点一点接受了和他结婚这个事实，直到今年，我终于怀孕了。医生说陈伟天生弱精，能怀上这个孩子实属意外，是老天给我们的礼物。我很开心，大家都很开心，我们一起期待这个孩子的到来。陈伟和我妈24小时在我身边照顾着我，生怕这个来之不易的孩子出什么意外。直到孩子5个月的时候，我看到我妈手机里的视频，原来我和陈伟那天不是酒后乱性，而是我妈给我下了药，而且她还无耻地全程拍下我们的视频。甚至我看到了她和陈国庆年轻时候的合照，我看到她对着镜头拿着陈国庆的照片说，国庆，放心吧，我会一辈子照顾好你的孩子，我不会让他受任何委屈，我会把我的一切都给他，全部。我脑子都要爆炸了，原来他让我嫁给陈伟，并不是真的为了我好，也并不是因为陈伟是个好男人，而是为了他随时可以看着陈伟思念陈国庆。他总是看着陈伟小声地说，国庆，国庆，我好想你，我好爱你。我疯了，我不知道我妈原来是这样的人，我当时也不知道国庆是谁。我开始暗中调查，我要知道这个国庆到底是谁，他和陈伟到底有什么关系。直到我发现陈伟就是陈国庆的儿子，而陈国庆就是我妈的竹马，一切都懂了。我妈把陈伟当做了陈国庆，可是他年纪太大了，他和陈伟相差20岁，而且陈伟根本看不上他，所以他决定买1送1。他牺牲我的幸福，把我推给陈伟，顺便也让陈伟每天待在我们家里，满足他对陈国庆的幻想。知道这所有一切的时候，我已经怀孕6个月，我真的气疯了。我无论如何都不能要这个孩子到来，他是个罪恶，他不是我想要的孩子，他是我妈和陈伟想要的孩子。我想直接去医院打掉孩子，但是我妈无时无刻跟着我，她好像知道我的想法一样，一点空间都没有给我。我知道为什么，因为陈伟天生弱精，他好不容易有一个孩子，我妈不会让这个陈国庆的孙子有事，她必须让我给陈伟生孩子，彻底把陈伟捆绑在我们家里，在他身边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离婚，他让我滚也要把陈伟留下的原因。陈伟也终于明白了一切。其实从我给他看手机视频那天起，他就大概明白了原因。他知道这是丑事，
他知道惹毛了我会把这些视频全部公布出去，所以他不得已，他不敢追究我打掉他孩子的事情。他也知道，我看到视频后，这个孩子不可能生下来，而我给邻居们、给大妈们看的视频又是另外一段。那是我20岁的第一次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被我妈和陈伟一起拖到床上。接下来，我妈在房间里面装了摄像头，她偷拍了我们的所有。看到这些，谁不说脏？谁不是说这个孩子是脏东西？谁不说我们全家人是脏东西？可我妈现在还不知道，她还在抱着陈伟不让他离开。我拿着手机看她，妈，你放开陈伟，我给你看看我手机里面到底有什么。她终于还是放开了陈伟，看向我这边。这几天，我手机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，已经快要折磨死他了。可我打开手机后，他更加要疯了，因为手机里面全是我和陈伟的视频，几十段啊！当然这些全是他拍下来的。他终于慌了，你怎么会有这些？你怎么会有？我直勾勾地看着他的眼睛，我看得他心慌，我看得他满身大汗。这些不都是你自己拍的吗？妈，没想到你还有这种癖好啊，没想到你这么玩得开啊。他一步一步的后退，直到退无可退，最后被我堵在墙角。我没有错，我只是弥补我当年的错误，我保护我心爱的人后代，我有什么错？没错，他没错，但是他也不该牺牲我。凭什么？我才是他女儿，亲女儿，我不是他的商品，我不是他的筹码。甚至他知道陈伟天生弱精的情况下，还把我嫁给陈伟，就是为了给陈国庆留下一丝血脉。他以为这是多么伟大的爱情啊！为了竹马，连自己女儿都可以牺牲。她真是一个好青梅，可她不是一个好妈妈。她终于要崩溃了，她跌倒在地上，嘴里不断反复：我没错，我一点错都没有。真爱有什么错？他好像真的好疯了。陈伟转身要走，可是被我拦住。他低着头，这些都不关我的事。当年我年轻，我也是被他套路了。你怪不得我，他可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啊。但是这种事情他要是不同意，怎么可能？我告诉他，离婚，净身出户。不同意我就把这视频全部公之于众，发到你的工作群，发给你的老板，发到所有我知道的群。陈伟，你看着办。他飞快地签下了离婚协议书，恨恨地看了我妈一眼，甩袖子离开。我妈起身去拉他，可是他像看到害虫一样拉着他自己的妈跑得飞快。我妈在他身后捶胸顿足，你怎么能这么就离开我？是我把你养大的，是我全身心对你的，你现在怎么能跟这个女人一走了之？可她就是走了，没有一丝留恋。我妈欲哭无泪，她只有把所有的气都洒在我身上。你开心了，你满意了，你让我失去爱人，你舒服了。爱人？她还要好意思说什么爱人？我一巴掌甩在她脸上。我爸爸呢？那他算什么？他全心全意爱你，全心全意对你，最后得到什么下场？他自己短命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短命？我死死看着我妈的眼睛，她真的是自己短命吗？她真的是吗？我妈被我看得心虚，她慌忙低下头，不是吗？她死得早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当然不是。刚才出去不久的远景同志又回了来，一副手铐铐在我妈的手腕上。你涉嫌杀害你的丈夫，骗取保费，跟我们走一趟。我妈彻底慌了，她用力挣扎，你们放开我。我老公就是意外，他意外掉到山崖下面，当年远景同志都全部调查过了，他怎么狡辩都没有用，因为当年警方没有证据。我爸爸从野山上掉了下来，尸骨无存，而诡异的是不久前，我妈才给他买了1000万保险。后来，
他拿着保险赔偿的巨款买车买房，给陈伟最好的生活。直到3个月前，我重新找到远景同志，他们重新启动调查，终于在一位爬山的网友手中找到了证据。我妈亲手把我爸推下了山崖，这样他就可以没有任何阻拦接陈伟来我家生活。他可以静静等待陈伟长大，代替陈国庆在他心中的位置。他也有钱给陈伟更好的生活。他机关算尽，可是却没想到他拍视频的癖好害了他，让他的恶毒大白于天下。我终于可以安心坐月子了。这个月没有人来打扰我，我妈在监狱，当然陈伟也在。1个月后，我去了庭审现场。我妈看起来老了很多，法官手起锤落，她因为恶意杀夫骗保情节恶劣，并且策划陈伟强暴我，数罪并罚，被判处死刑。她不服，她大喊：“她是我女儿，我想让她嫁给谁就嫁给谁。自古以来，婚姻都是父母做主，我哪里错了？”她还是认为她没错。不过没关系，死了就好了，死了我就算报仇了。她认不认错又如何？她再嘴硬又如何？她只能去地下给我爸爸赔罪。当然，陈伟我也没有放过他，他不顾我的意愿给我下药，我也把他送进了牢里。他依然狡辩，说那些都是我妈的主意。他也同样被下了药，他也同样失去了理智。可是远景不是傻子，他们什么都查得出来。得亏我妈全程的视频给了我证据，陈伟最后被判了10年牢。我终于跪在爸爸的墓前，我给他报仇了。我也把孩子那小小的身体埋在了爸爸旁边。他不该来，他是罪恶的产物，他不是我的孩子，他真的不该生出来。今天的时光书房之旅到这里就暂告一段落了。下一期我们会带着新的时光之书与你相遇，可能是关于老上海的弄堂故事，也可能是藏在经典名著里的岁月细节。记得常回来看看。时光书房永远在这里，陪你在文字里与时光温柔相拥。咱们下期见。